元月18日星期六，昨天晚上我刷微博时，看到射雕更新片长为146分钟了，真的太用心了。这个时长直接就是看过瘾。徐克电影是很顶级大制作，又是本世纪第一部金庸院线大荧幕作品。大年初一，一部江湖，期待汉笑战郭靖见面。这2天看了一圈电影票晒单下来，感动的流泪。我一直都知道有好多人在爱着他，但是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真切地感受到这份爱的重量。许多人是自己拉群做任务攒的，存钱买预售的，还有所有小飞侠一起做微分积分任务，给搓澡兑换的微博积分奖励金的。有网友说，怎么说呢？以前总怕同担不够爱他，但现在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浓浓的炽烈的爱。不管身在何处，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作党，不管是普通阶层还是奥龙，每一个人都在拼尽全力，用自己的全部去支持笑战，支持射雕。就像影里面的那句歌词，萤火也点亮世界的颜色。曾经我们说，聚在一起会灼伤你，那就散作万千星光去照亮你。我想我们做到了，虽然还没有到预售，没有到大年初一，也没有到最后尘埃落定，但我希望也相信每一位小飞侠都会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全力以赴。笑战属于你的，吃了5年的春天，这一次会完完全全的回到你手里。最后，前几天有答应海外的笑战粉丝要提供读物博主六神磊磊聊的新射雕文字稿如下：新射雕侠之大者，我听说一件事，他电影选的呀是原著的第34到40章，这个很有意思。我听说之后啊，感觉就是8个字，叫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徐克他选这段书来拍的？我来尝试分析一下徐克他是怎么想的。大家知道《射雕英雄传》一共多少章吗？一共40章，100多万字。多少个人物呢？100多个人物。所以他一个电影啊，想全部拍完几乎不可能的。那你要从春节看到元宵就不可能都拍完，他只能选。那怎么选呢？最好就是选爱矛盾很突出，人物性格很鲜明，又足够有戏剧性，生旦净末丑他都凑齐了的。并且你记住，最好还要点题的。他的题是什么呢？是侠之大者。所以他这段故事里，他最好一定还要有什么呀大军打仗的，有家国情怀的戏。那原著里这段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郭靖在蒙古大营当主将，那他的女友黄蓉啊，正好被欧阳锋啊满世界追，也躲进了蒙古大营。因为黄蓉郭靖2个人他闹矛盾，2人在生气，黄蓉就不肯露面，但是却悄悄地背后帮郭靖的忙。那所以郭靖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每当有自己不懂的地方，黄蓉呢就悄悄地通过丐帮的人去传话。这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就郭靖发现丐帮那几个糟老头子智商暴涨啊，用兵如神啊，文化程度显著提高，郭靖就觉得很蹊跷。那去问的又不说。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反派1号啊，吸毒欧阳锋又在蒙古大营里面到处搜捕黄蓉，想找黄蓉追问九阴真经的一些秘密。所以啊，郭靖、黄蓉、欧阳锋啊，这3个人就玩起了就你找我，我找你的游戏啊，3人互相找。那最后这段故事当然是好人获胜了，郭靖、黄蓉一起挫败了欧阳锋。那郭靖的也拒绝了蒙古大汗恭送的要求啊，他就从一个蒙古的大将啊，从一个准驸马变成了保卫大宋的这么一个英雄。那原著里呢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你想徐克拍电影，他为啥选这么一段？我来分析分析。首先是他本身就符合戏剧创作的条件。众所周知啊，戏剧里有一个3宜律，对吧？那其中有一个宜就叫做一个固定场景，而蒙古大营它就很符合这个宜。你想它场地不变，而所有的角色呢按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轮流上台，这样就有什么就有戏剧性。那除此之外呢，这段故事啊它的矛盾很尖锐，而且主要人物斗智斗勇就很能突出每个人的性格。比如这个郭靖的憨憨是吧，黄蓉的机敏啊，欧阳锋的诡诈啊，里边就都是戏，并且这一段里面很容易展开感情戏啊。你想黄蓉和郭靖的误会啊拉扯，而且我猜还可以再加一个画画，对吧？那这个本来就在蒙古人吗？这样就可以让这个感情线更丰富。还有一点，这里边还有丐帮一伙人，对吧？那丐帮这伙人里面的可老可少可敬可丑，在里面插科打诨就非常幽默。那这么一来呢，
生旦净末丑全齐了。因此徐克电影他选拍这一段就完全很好理解了。那所以啊，很多人看那个《射雕侠之大者》预告片呢，大家会说，哎，这个黄蓉怎么看着像个战斗版的黄蓉啊？是吧？因为那是在蒙古大营啊，当时是大军混战，生死一线，不是江南水乡，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黄蓉会是那么个造型。好，这话说回来，徐克这个电影他这么去选择，他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情背景你怎么给大家交代呢？你记住啊，在前面原著还有30多章书啊，这个背景你得给大家补上啊。所以我不知道屏幕前啊，你熟不熟悉《射雕英雄传》的故事？那我给大家做个简单讲解。我们先说郭靖的来历啊，他是忠良之后，取名郭靖就是为了不忘靖康之耻。然后他家被奸贼迫害，所以小郭靖呢就被迫在蒙古长大。哎，凑巧得到了大汗铁木真的赏识，还打算把华筝公主嫁给郭靖。所以很多新读者他可能会纳闷啊，听说这个郭靖叫什么金刀驸马，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就从这儿来。然后呢，小郭靖又被7个师傅叫江南七怪收为了徒弟。哎，等于是有了启蒙老师了。七怪呢就让郭靖南下历练啊，你南方孩子你得回家看看的，回去游学碰上黄蓉啊。记住，从此华容公主就泪流满面了。黄蓉就带着郭靖找了一个厉害的老师，相当于博导啊，博士生导师就是北丐洪七公。郭靖就这么学了降龙18掌，黄蓉也因此当了丐帮的帮主。这时候忽然天降噩耗啊，西毒欧阳锋他冒充黄蓉的父亲，杀了郭靖的师傅，杀了江南五怪。那郭靖和黄蓉呢就赌气分手了。然后欧阳锋一路上就搜捕黄蓉，逼着黄蓉给自己解释九阴真经，反正就是各种误会纠葛争抗争。最终是黄蓉就在北大大营会合，才是接下来电影里这段戏。因此你想这么多的背景线索要交代清楚啊，因此这个电影啊，我觉得它任务是很艰巨的。我猜测啊，徐克他应该会减少一部分支线，让整个剧情更紧凑一点。当然了，里面还涉及一些神奇的武功，你比如说欧阳锋的蛇杖，郭靖的降龙18掌，黄蓉的打狗棒法啊，还包括九阴真经里面一些神奇的武功啊。我也非常好奇啊，这个电影会怎么呈现。那最后呢，我还想说说这个电影，你注意它叫《侠之大者》，而且预告片大家看到了没有？里面很多的战争场面，所以我猜电影的重点多半还是会放在家国情怀上。那么郭靖的他是生长在蒙古的孩子，但他的故国是大宋，所以郭靖他肯定会有纠结，肯定会有挣扎的，但最后他是选择了毅然决然的去保卫大宋，去守护和平的，这是一个大侠的选择。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以前射雕的电影改编是出过经典，但是在我印象中，完全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还没有出现过，所以对我来说呢，很兴奋，也很新鲜啊。我非常好奇徐克会怎么去展现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啊！我特别期待能够大荧幕上见到这个片子。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